上一集，皇帝的妻子嫘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贡献。这一集，我们将讲皇帝的孙子，他为了拯救人民和自然灾害做斗争。想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吗？请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。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上古时代，一场巨大的洪水席卷了大地，汹涌的洪水所到之处都变成一片汪洋。大水冲塌了房屋，淹没了庄稼，人们扶老携幼逃到高高的大山上，可山上还有各种的毒蛇猛兽威胁着他们的生命。洪水过境，气温骤降，又没有食物，很多人被冻死、饿死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天神名叫鲧，他是皇帝的孙子。鲧奉天地之命治理水患，但洪水太过凶猛，鲧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治理。立功心切的鲧听说天地有样宝物叫息壤，息是停息的息，壤是土壤的壤，这个息不是伏羲的息啊，听起来是一个字，听起来是一个念法，是吧？息壤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神奇土壤，传说只需要把一小块息壤投到大地，它就可以自由地生长，长出高山，堆成堤坝，堵住洪水。而且洪水每上涨1寸，用息壤堆积而成的堤坝也会随之长高1寸。听起来息壤是不是很好的治洪的一种工具？是不是？可是息壤是天地珍视的宝物，每天随身携带着。天帝并不想把息壤借给鲧。你呢？妈妈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鲧，这时候你会怎样拿到息壤来帮助大家呢？我要说，我要给你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相互给一个东西。你想说交换东西？交换，对，交换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可以用来交换，哈哈，这就是交换息壤来治洪，是不是？用其他的东西。好棒。OK， 鲧不死心，一直伺机偷窃息壤。终于有一天，机会来了，鲧趁天帝睡着的时候，偷走了息壤。鲧把息壤扔在地上，果然，土壤马上堆积成堤，洪水似乎更凶猛，不停地漫过息壤筑成的堤坝。息壤果然神力无边，一直在生长。很快，天帝就发现了息壤被偷，他勃然大怒，派火神祝融夺回了息壤，然后把鲧杀死在羽山的郊野。人间大地依旧是一片荒洪。鲧虽然被处死，但他的尸体3年没有腐烂。天帝知道后，派了一个天神到羽山脚下，用一柄宝剑剖开了鲧的肚子。没想到从鲧的肚子里钻出了一条囚龙，飞上了云霄。这囚龙是禹的神魂。鲧孕育了禹，禹也接替了鲧的使命。他发誓一定要与滔天的洪水斗争到底。
彻底治理好水患。他勘探水情，亲手绘制水情图，哪里深，哪里浅，哪里好冲堤，哪里易决口，哪里该弯，哪里该堵，哪里能断水，哪里可以排洪，他都画得一清二楚。禹的手下有一些得力的干将帮助他，有一个叫做树亥的神，行走速度极快。禹命令他步行测量大地的长度。树亥花了1天的时间，自东极走到西极，走了5109800步。禹用自己的智慧团结各路天神和百姓，坚韧不拔地和洪水打着持久战。一路上，禹不仅开山饮水，还斩妖除魔，造福人间。在我们之后的中国神话系列里呢，我会专门讲大禹在治水的旅行途中所见所闻，故事十分精彩。我会把它们编纂成中国的《格列佛游记》，把它变成一个系列介绍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订阅并且关注我们哦。好，天帝后来也被禹的决心和行动所打动，最终将熙壤借给了他。疏导和填塞的方法并用，禹最终战胜了洪水。从此天下划定成9州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一片祥和。艾玛，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几种你知道的治理水的方式呢？在学校，我很多次都做一些桥，然后就是它在水的上面。是的，那个桥不是说让人去改变水的流向，但是让人去适应水的特性。但是呢，就是架一座桥在水的上面，水还在桥下流，是这个意思是吗？哇，这是很好。还有另外一个做一个那个怎么叫一个 wall， 那个 wall 叫啥？那个叫堤坝，是不是就是 dam 或者 dike？ 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很棒。妮妮猜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？还没学到是吗？我做了一个家。你做了一个家？从那个sand。你用 sand 做了一个家？就是用它把水堵住，是吗？给虫子们可以。给虫子们。我也放了食物在里头。哇，很棒的答案。随着洪水被征服，人们亲眼见证了神和天灾做斗争并且胜利的故事。后来在中国的民间，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用他的坚韧的性格也战胜了自然的力量。你们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请继续订阅并且关注我们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We're live。朋友们，上一集皇帝的妻子为人，这是滚的选择，偷东西对不对？偷东西对不对？不对。这就对了。